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4号现场指导由朝鲜国防科学院无人机研究所组织进行的无人机性能试验，这是朝鲜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那么，朝鲜此次公开展示攻击无人机，与近期正在进行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演习有关。朝鲜方面谴责这一演习是核战争预演。 据新华社引述朝中社26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4号现场指导由朝鲜国防科学院无人机研究所组织进行的无人机性能试验。金正恩了解了该研究所最近研发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担负着在地面和海上攻击敌方目标的使命。试验期间，各种无人机沿着设定的不同航线飞行，正确识别并命中目标。 金正恩表示，研发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并不断提高其战斗性能，是战争准备的重要部分。他要求加大无人机研发生产和战斗应用试验力度，尽快配备部队。朝中社26号还刊登了2种外观为白色的攻击型无人机，对形似韩国 K2主战坦克的模拟目标进行攻击并引爆的照片。2款无人机的外形与以色列产哈洛普和 Hero 30攻击型无人机相似，这是朝鲜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朝鲜其实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实际应用的效果。它这次等于是进一步加大了研发和这个生产的力度。我们知道无人机它有那种低噪音，然后低空飞行，还有这个可以隐蔽靠近这个目标物的这样一系列的优势。 而这些优势，其实，在朝鲜半岛那种，多山地，那种比较复杂的，战场环境里边，是有它独特的作用的。实际上，韩朝之间无人机攻防由来已久。2022年12月26号，朝鲜5架无人机越界进入韩国领空，其中1架甚至飞到位于首尔的韩国总统府附近，之后才折返回朝鲜。韩方紧急出动战机，发射100多枚炮弹，试图击落无人机，但未能命中目标。1架战斗机还坠毁，让韩军颜面扫地。韩国总统尹锡悦更是怒斥军方应对不力。韩国此前展示的一款坠毁在韩国境内的朝鲜无人机，属于单兵手持抛掷发射微型无人机。韩国军方对坠毁的无人机进行拆解研究后发现，制造无人机的零部件来自多个国家，许多零部件都可以在网上买到。 例如，信息储存卡、4伏电动机是韩国制造的，自动操纵主板和 GPS 天线则是美国货。对于韩国来说，朝鲜无人机进入领空事件刺激韩国大力发展无人机及拦截技术。去年9月，韩国无人机作战司令部正式成立，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直属国防部，不仅能够执行敌区监视侦察任务，还能攻击其主要设施。韩国国防采购部门上月宣称，将批量生产自行研发的反无人机激光武器，并配备 韩国陆军激光束发射成本低廉，每次发射仅需1.5美元。韩国防卫事业厅还称，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该激光武器在未来有可能改变战争规则，甚至可能用于拦截导弹和飞机等更高价值目标。韩国的武器发展也是对朝鲜是有针对性的。目前来看，激光武器它功率比较低，所以很难对导弹或者是大型的无人机产生 破坏作用，但是对朝鲜开发的小型无人机激光武器还是可以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作战效果。朝鲜半岛近期局势紧张，一大背景是美韩大规模军演的刺激。韩国空军26号表示，美韩空军从当天起在西部海域联合实施实弹射击演习，为期3天。该演习是美韩联演已知自由护盾的一环，双方将在演习中发射巡航导弹和远程炮弹，动员无人攻击机演练在地空同步应对敌军挑衅。 韩国国防部还称，在此次已知自由护盾演习中，2国空军中队首次进行为期1周的全天候飞行演习，包括韩国空军的 F-15K 冲击鹰战斗机、FA-50金鹰战斗机和 KF-16战斗机，以及分别位于群山和乌山的美国空军第8和第51战斗机联队的 A-10雷电2攻击机和 F-16战损战斗机参演。 计划进行总共2000次飞行。此前，已知自由护盾军演的空中演习由2国各派1联队参加。美方新闻稿称，这次让多个中队同时进行飞行行动，有助于检验美韩在战争期间的多领域行动能力。
本届已知自由护盾于19号启动，为期11天，共有1.9万名韩军官兵参加此次演习。韩方指出，美韩两军将重点提高对朝鲜武器的应对能力，并动员陆海空、网络和太空战斗力等执行多领域作战任务，进一步加强美韩同盟的防御能力和戒备态势。另外，此次已知自由护盾演习也包括对朝鲜核威胁的回应。去年的演习中，美国空军还出动了一架 B-1B 战略轰炸机和韩国战斗机共同训练，但今年演习中是否再次出现这种美国战略资产仍不清楚。朝鲜外务省美国研究所则于美韩联演开始前发表声明，谴责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是对侵略朝鲜的模拟和核战争预演。朝鲜外务省称，此次演习是世界上最具攻击性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朝鲜将建设强大的国防能力，保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这次的已知自由盾牌训练总体上是一个方向，就是贴近实战。也可以反映出当前朝鲜半岛的一个紧张的态势吧。然后朝鲜，对这次已知自由盾牌的一个定位就是这是侵略演练。当然，美韩双方是否定这种说法，就是说这是防御性的演练。朝鲜这次试验无人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向美韩示威。值得警惕的是，美韩近期还加强了核常一体演练。7月30号至8月1号，旨在整合美韩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首次兵棋推演“丁锤24”在京畿道平泽驻韩美军汉弗莱斯兵营举行。演习假想受到朝鲜核威胁的情形，演练利用韩国的常规力量支援美国核力量作战的程序，表明美韩的延伸威慑合作已向核共享模式发展。此外，韩国在追求核共享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自主拥核的准备。韩国国内主张自主拥核的呼声一直没有平息过。韩国目前的执政势力、保守阶层，甚至韩国总统尹锡悦都发表过韩国有必要开发核武器的观点。这些声音随着半岛局势变化若隐若现，近年来又呈现逐渐抬头趋势。有分析认为，韩国政府默许社会各界就自主拥核发声，也是在向美方施压，迫使美方在提供核保护伞方面做出更多承诺。韩国不管是追求核共享还是自主拥核，都有一定的现实上的困难。这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从美国目前的主流来说，还是想维持韩美之间传统的一种核遏制、核保护伞的这种形式，而不支持韩国自主拥核。一旦韩国自主拥核的话，可能会面临这个很多目前朝鲜承受的很多国际制裁，也可能会适用到韩国身上。其实自主拥核在韩国也是一种主要是情绪性的表达。